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薛定谔梦见猫。这次考试怎么又没考好？你出去别说是我的孩子，我没你这么笨的孩子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你这么一大把年纪还不结婚，父母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儿子，你怎么能丁克呢？咱家的香火可不能在你这儿断了呀。这样的话对我们华人来说一定不陌生吧？我们大多数人从记事那天起，可能就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：父母给了我们宝贵的生命，把我们养大不容易。我们如果不努力学习，怎么对得起父母供我们吃、供我们穿？如果不找个好工作，拿个好工资，岂不是对不住父母含辛茹苦供我们上学？如果不结婚生子，岂不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？相信大多数人，无论家庭是贫穷还是富有，都或多或少背负着这些被称之为孝的债务。我曾在美国一所大学里和一些华人入学新生聊天，我问他们：你们来美国学金融、学商科、学计算机，都是你们自己决定的吗？他们有的人回答：当然不是呀，我爸让我学的。还有的孩子一本正经地谈自己的专业、就业前景和丰厚收入。我心里挺为这些背负父母之命来求学的孩子感到打抱不平的，也会在心里问，那些一本正经、头头是道的孩子们，到底是年纪轻轻就目的明确，还是被父母驯化得太早了呢？孩子的出生通常是父母的主观选择，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决定要生育子女，或是因为自己想要完成生育这个社会任务，或是因为自己想要体验养小孩的过程。不管怎么说，孩子并没有选择自己的诞生，也没有能力去养育自己。养育是父母的责任，一旦父母决定要生育子女，他们就有责任提供给孩子基本的生活、教育和关爱。选择生育就意味着父母自愿承担以上责任，并不是孩子把这些责任强加到了父母身上。更进一步说，孩子是父母的责任，而非财产。孩子是独立的人，独立的个体，具有自己生而为人的权利和尊严。父母选择生育孩子后，就应该给予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自由和支持。在孩子成长过程中，父母应该做的是引导孩子逐渐完善自己的人格，辅助孩子建立起独立生活、思考的能力。健康的亲子关系应该建立在无条件的爱的基础上。只有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跌倒、哭泣、失望时，都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支持和关爱，孩子才能逐渐在心里坚定地相信，我是值得被爱的，我可以犯错、失败，因为我有再来一次的信心。然而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痛苦和压抑中长大的孩子了，从还未出生起就背负了家人种种的期许，健不健康，长得惹不惹人爱，什么性别，聪不聪明，有什么样的天赋。在世界上很多地方，如果孩子生下来就是女儿，哪怕女儿健康、好看、优秀，在家庭以外的世界取得了大的成就，女儿还是会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，因为自己是女的而一文不值。也有很多的父母会在孩子不愿意学习某种家长认为有用的技能，或者没有达到家长的期望时，骂孩子笨、不努力、不争气等等。可是我一直在想的是，为什么孩子要去争这口气？到底是谁没了这口气会崩溃？是孩子吗？还是父母？虽说养育是天大的恩情，可是孩子真的亏欠父母了吗？一个孩子的出生或许征求过所有人的意见，但是唯独没有询问孩子本人的意见。大人以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思维去将一个孩子带到世上，但是一个孩子却丝毫没有决定自己降生与否的能力。更何况父母选择生育时，有多少个是因为单纯的希望孩子降临，仅仅想要创造一个新生命，并给予他爱和成长的保障。现实生活常常是，无论嘴上讲得多好听，背后的根本原因也多数是因为生孩子能为自己带来利益。养儿防老就是最常见的中国人挂在嘴边的生孩子的直接利益，依赖子女为自己带来晚年的物质和精神依靠，用孝道来掩饰东亚文化里的臣服规则。臣服的不只是血缘上的父，还有统治阶层上的君。
即所谓的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，而最终受益者不过是统治阶层罢了。还有很多依然在被母凭子贵这样的古旧糟粕思想所束缚的女人，坚信生了孩子就好了。她们想要依靠孩子来拯救婚姻、拯救家庭，却在留不住男人之后，也无力拯救自己卑微的内心，更无力给予孩子任何正向的情绪价值。更有甚者，为了拯救另一个孩子，比如大孩子有白血病，便再生一个孩子，骨髓匹配上的话，就安排骨髓移植。这时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完全是为了第一个孩子，可是没有谁愿意自己是作为一个工具降临世间的，哪怕救助的对象是自己的血亲。再差一点的，年轻人因为缺乏性教育和性别教育，早早发生性关系，也不懂得避孕，为了自己一时的欲望，却无法承担一个生命降临后的责任。作为父母，如果是带着条件和私心生孩子了，就不要再用伟大这个词汇来装点自己的行为。什么叫做伟大？伟大是毫无保留的付出和不要求、不索取任何回报。如果孩子有疾病，你会丢弃吗？如果孩子不聪明，你会嫌弃吗？孩子性格叛逆，你是否依然爱他，对他有耐心？如果孩子创造不出价值，你会觉得白养了吗？如果孩子是女孩，你会给她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吗？如果父母的爱都是要孩子予以回报的，那这场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不过是一场条件交换，就不要把自己说得伟大无私。很可惜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，尤其是我们华人文化里，父母的爱本身就是有条件的。这个条件建立在孩子有一个基本的健康的身体，有正常的智力水平，有一定的经济能力，有孝顺父母的品格。除了这些基本条件，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父母还不够满足，他们可能还需要孩子取得好的成绩，有好的结婚对象，最好是对父母百依百顺，这样都足够让他们在外人面前挣足面子。面子，一个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。有些时候，孩子的真实意愿甚至比不上父母的面子重要。父母对孩子越是有高要求，孩子便越窒息、越压抑。那个用20万张照片记录孩子成长的全职父亲，辞掉自己的高管工作，将孩子优秀的成长经历放在网上当成自己的成功育儿履历，最终还是迎来了儿子在美国上大学期间的自杀反抗。类似的事件肯定不止一两起，其根本还是父母将自身的愿望严厉地投射到了孩子身上。他们无视了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事实，只想把孩子变成自己的完美娃娃。我的身边非常多的国内父母倾尽心血培养孩子的某个爱好时，每时每刻提醒孩子要用自己的优秀来予以回报，或者时刻把家国情怀或者自己时代的悲哀强加到孩子身上，动不动就要背负民族使命，渲染非常严重的刻苦氛围。有很多童年不快乐的人，成年后不断在经济上付出，试图讨好父母，或者拼命奋斗，为了得到家人的认可。其实父母并不是因为你普通而不爱你，即使你优秀，他们可能还是不爱你，只是爱你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和虚荣。迈克尔·杰克逊优秀吗？他的父母爱他吗？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应该止损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父母，然后疗愈自己。对于很多把自我消耗在觉得自己亏欠父母的人来说，或许放弃父母会改变的幻想会让你过得更好。他们99%的可能是永远不会改变，所以请你也不必再浪费时间去和他们无效沟通。你要保持自己的界限，不被父母精神控制和道德绑架，不然无论你身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都可能会被父母的一个电话搞得精神崩溃。你也要接受父母不爱你，或者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爱的事实，从此全心全意对自己好。有很多人人到中年才意识到，所有试图求得父母认可的努力全是徒劳，很是后悔。与其陷入无止境的内耗，你应该多花心思安排好自己的未来，好好锻炼身体，维护好贵人朋友的关系。当你遇到困难时，大概率不会得到原生家庭的安慰与援助，
强大的自己和那些真正爱你的人，反而才是最可靠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不幸地背负了多年来自父母的债务，觉得这世间很糟糕，自己的生命很卑微，自己不值得被人爱，自己无法不断创造出能取悦父母的价值，请你不要觉得亏欠父母，请你给自己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。来都来了，随便走走看看，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做，找一群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同行。即使是做一个无比普通的自己，你也要坚信你的存在并非多余，一定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。你无法被取代，你也值得被爱。薛定谔梦见猫，好奇心连接你我。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